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诚意长安24计，复仇者谢怀安比反派更狠，比英雄更痛。追完长安24计后，心情久久不能平复。番外玉龙岭牢里关着的那个人，虽然披着头发，没露正脸，但身形是他，那只手是他，声音是他，是谢怀安。一定是谢怀安，对吧？他只是消失在了人群里，但他没死，他的结局没有彻底毙力。诚意今年上新的3部剧都在往狠了虐，年底更是来了一个催泪王炸。长安24计，诚意饰演的谢怀安很不一般。谢怀安为复仇而活，侥幸靠着父亲的保护捡了一条命的他，亲眼看着父亲被虎臂卫杀死。9岁的他记住了每一个参与者的面庞，立誓余生唯一要做的事就是让这些人血债血偿。在他不小心和妹妹走散了，再次找到妹妹时，看到被收养人家照顾的妹妹，他不敢认了，想让妹妹就这样简单平凡的度过一生，什么都不知道，什么都不用承受。而他装作萍水相逢的陌生人，始终默默保护着妹妹。15年，谢怀安一直在蛰伏，南下归隐，隐姓埋名，做了一个不起眼的普通人，帮着邻居朋友种地钓鱼，在淮南做县衙，逐步掩护自己，收集掌握着长安的各种情报。先帝长子萧武阳起兵至长安，赶走了祸乱朝纲的虎臂将军严凤山。入主王庭，谢怀安终于等到了重回长安的机会。要复仇的谢怀安重回长安，终极目标就是杀掉严凤山，杀掉刘子言，杀掉神秘人，杀掉每一个灭他满门的仇人。作为大男主的谢怀安，失去了寻常主角的慈悲之心，一心想要复仇的他说下了壮志豪言：君子报仇，片甲不留。面对该杀的人，面对不得不有的牺牲，他从不犹豫，也不心软。因为人世如荒野，有些血不得不流。这样的他，甚至被反派形容成了疯子，疯得比反派还反派。可如果他不够狠，不够疯，手无缚鸡之力的他根本无法和仇人对抗。他面对的每一个仇人都是不一般的狠角儿。谢怀安的叔叔刘子言，虎臂第一杀手，阴狠毒辣，还擅长心理战，极其谨慎。而他又深知谢怀安的软肋和弱点，如果心思计谋不如他缜密，谢怀安报不了仇。甚至在拉扯的过程中，刘子言精准地拿捏了谢怀安，刺中了谢怀安的脖子。不过谢怀安还是多算了一步，刘子言的偷袭也早已被谢怀安预料到，一切的发生都是谢怀安计谋的一环。再看青衣，即便已经足够谨慎，还是被谢怀安精准设计了。谢怀安不会手软，但不杀不该杀之人，答应老妪，只要帮忙隐藏，就会留青衣一条命，言而有信，有始有终。再看看严凤山视为己出的小将王朴，出场走在大街上，一脸人畜无害的模样，活脱脱单纯少年郎。结果镜头一转，就是这个少年郎玩一样安排杀掉了白文虎的将士，堆成尸山，没有一点后悔害怕，满脸兴奋的笑容像恶魔一样。严凤山身边的人皆是如此，武力、脑力、战斗力全都满值，没有任何一面是可以被轻视的。何况是严凤山本人，曾经被铁木王抓到粮仓里，饿狼扑食，是他在送来的食物越来越少的时候，杀光了抓来的所有同僚，甚至啃食着人肉，最终才有了逃出去的机会。如此环境活下来的他，习惯了杀戮，只有把人都杀光，他才有安全感。可想而知他的残忍，只是随着年岁渐老有了一丝柔软之心。但这并不足以让谢怀安心软。在算计严凤山的过程中，严凤山将计就计，让谢怀安的妹妹葬送在了谢怀安亲自设计的圈套里。报不了仇，
实在是天理难安。谢怀安步步为营，谨小慎微，哪怕棋差一招，就是万劫不复。所以他够狠，够绝，倾尽了一切，也放下了一切，可还是没能护住最后的家人。不疯魔，不成活，妹妹的死让谢怀安彻底心死了。之后的筹谋，谢怀安毫无保留，以身为饵，走着没有任何后路的死局。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在可以手刃严凤山的时候，他竟是留了严凤山一命。因为他知道了更深的真相，知道了那个没看到脸的神秘人到底是谁。不杀严凤山，是为了顾全大局。吴仲恒，一个从小传授他知识的学堂老师，看着自己长大，对自己了如指掌的人，竟然是最终的执棋者。父亲的旧部烛之龙，一个救他、照顾他、陪他一路走过来的龙叔，竟也是吴仲恒的筹谋之一。什么是天塌了的感觉？最亲近、最信任的人成了自己的仇人，自己的一切算计、谋划都为最大的仇人做了嫁衣。直到一切结束后，才看到这个真正的阴谋。铁墨人筹谋几十年，把人渗透到长安城里里外外，只为了有朝一日拿下长安，让生活在贫瘠土地的铁墨人不再为生存愁苦奔波。谢怀安一家被灭是棋局，谢怀安折服是棋局，谢怀安复仇还是棋局，被最亲近的人玩弄了一生的棋局，多么可笑！但谢怀安不能倒下，吴仲恒是他的仇人，是长安的仇敌，也是家国的仇敌。他可以身死，但他不能看着支持他的那些人牺牲一切守护的长安被仇敌踩在脚下。谢怀安一直在为家人复仇，但他杀的人亦是长安的敌人。他复的仇是家仇，也是国恨，看似自私，实则大义。而当吴仲恒的阴谋彻底被揭开后，我们才得以清晰地见到，以身入局护家护国的谢怀安有多么重情重义，心怀天下。韩子陵通过收垃圾这份苦差事潜入藏兵巷，给谢怀安当暗线，最后宁愿自己做而也要帮谢怀安逃出去，不只是为了报谢怀安的救命之恩，更是因为他们惺惺相惜，同是心怀家国之人。幼时，老师问谢怀安想成为什么样的人，他说：“盛世辅佐明君，乱世杀光敌人。”如今看来，复仇的皮囊下，他一直在做的就是这件事。也正是这种坚守，让韩子陵甘愿赴死。他相信谢怀安可以做到。再来说说顾玉，文能坐在后方运筹帷幄，武能骑在马上射箭杀敌。即便没有双腿，马背上的他依旧可以游刃有余地掌控大局。谢怀安是他为知己，更是他为最信任的伙伴，甚至不惜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救顾玉。谢怀安曾对顾玉说：“我已经做好了失去长安城的打算，但我从来没有做过长安失去顾玉的打算。”看似是对这位知己的深情，实则更是对家国的重义。作为白文虎军的统领，顾玉是抵御外敌铁墨人的重要力量。顾玉若死，军心会散，国防会危。谢怀安冒死护的不仅是知己，更是长安。能和谢怀安成为知己，注定不一般。当严凤山再次侵占长安，走投无路的顾玉硬是藏在下水道，靠着高香尽力带出来的馒头渣，苟延残喘地活了1个月。再后来被吴仲恒抓住，临死前他生是把白文虎军令牌藏在肚子里，死前最后一刻仍旧给谢怀安传递着消息。这是他能帮谢怀安为长安做的最后一件事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看着为守护长安牺牲的英雄们，谢怀安开始背水一战，他不能让他们白白牺牲。生为白头，死亦为白头。白头谢怀安是让人畏惧的，严凤山为他，吴仲恒惧他，谁说起谢怀安，都觉得他是个不折不扣的疯子，比谁都疯。严凤山问过谢怀安，到底为什么而活？
他的回答是为长安，为天下。所以在最后，他选择了布局好一切，为在意的人安顿好出路，自己和吴仲衡同归于尽。谢怀安的选择，报了家仇，也护了长安，同样也解脱了困住吴仲衡的奴隶制度，解救了更多的人。他让虎臂卫回归了原有的职责，以虎臂的身份做了应做之事。结尾处，剧中留下了这么一句话：夏至，鹿角解，调始明，半夏生。看完谢怀安的一生，也终是理解了这句话。厚积薄发，谢怀安在旧院中平衡了家与国，他迎接了属于自己的新生。从此，天下不再有满心仇恨的谢怀安，只有一个姓刘名之的人。